中印边境的另类战争，印度边民要求独立建国，莫迪政府麻烦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发生肢体冲突事件以后，中国与印度在边境地区展开了一场以军队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军备竞赛。解放军因此构建了更为明显的军事优势。其实，中国与印度之间还有一场另类的战争正在进行，这就是两国在争议地区边境村庄的建设竞争。早在2021年，印度的一家智库就声称，中国已经在中印边境附近建造了680个富裕的村庄。这些新农村原本是中国改善边民生活质量的一部分，但它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吸引了印度实控线内的边民也想过上像中国那样的美好生活。只要人心一散，那么就要出大事儿。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同样是边境地区的藏民，在中国这边如同生活在天堂，而在印度统治下，感觉就像在地狱。印度军队虽然过去强占了中国的领土，但无法得到当地边民的认可。印军甚至开始怀疑这些村民会向中国方面提供情报。印度政府的不自信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拉达克地区的边民已经进行了激烈反抗。据欧亚时报报道，印度官员近日透露，拉达克地区的边民最近在德里举行了要求建国的抗议活动。虽然这些抗议暂时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效果，但是也给了莫迪政府巨大的压力。为了与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计划展开竞争，印度政府在上个月提交的预算中，首次出现了充满活力的村庄计划，目标是发展中印边境沿线农村的经济。印度内政部在预算报告中表示，为实现这一目标，共安排了480亿卢比，其中有250亿卢比用于边境地区的道路建设，也就是还有230亿卢比用于发展边境村庄，折合成人民币才21亿元，估计是杯水车薪。据报道，印度的一位部长近日访问了拉达克的一些村庄，随后宣布要建立1400个边境新农村。印度官员表示，此举将鼓励人们留在边境地区的家乡，扭转这些村庄的空心化趋势，从而帮助印度加强边境安全。显然，印度的上述计划是在向中国学习，至于效果如何，就要看他们落实了怎么样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加强在中印边境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意义呢？首先，此举能极大地加强中国对边境实控区的管理和控制能力，改善边境居民的生活水平，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稳定边境线有着重要意义。第二，提升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使中印两地出现明显的反差，逼着莫迪政府增大边境地区的资金投入，使之陷入战略发展陷阱。对于中国和印度而言，增加中印边境地区新农村的建设对财政带来的负担是完全不同的。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实控线一侧边民生活质量的大幅度提高，才有了拉达克地区的藏民在新德里抗议要求独立建国的情况。第三，加强边民定居点的相关建设，在国际法上有助于强化本国领土的法律地位。也就是说，如果当地居民认可这块地盘是中国的，是民心所向，那么从国际法的角度讲，就更有利于边境划界谈判。第四，充分利用为军队建立的基础设施，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可以极大地提升社会效益。为了与印度展开军事竞争，我国必然会增加在中印边境地区的道路建设。这些设施并非只有军队才能使用，比如公路、铁路和机场等等，都是军民两用的。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充分利用这些已经投入的资源，改善当地边民的生活质量，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印度在边境线挑衅中国，最终导致自己陷入中印边境地区竞争的战略陷阱。中国提高边民的生活水平，既有能力也有规划，一步步向前推进。而印度是被迫拿钱干这样的事儿，对两个国家的发展而言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谁的包袱更重，可以说是一目了然。最关键的是，
印度很可能发现这种投资将是无底洞，因为中国完全有经济条件和技术实力让边民过上远超印度的美好生活。这场中印双方在边境地区展开的经济竞赛，让印度政府两头作难，跟也不是，不跟更不行。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